你好，我是阿力啊。最近2周啊都非常的忙，没有及时的更新视频啊。后台呢，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那么这些留言中啊，在上周有关于这个狗狗币的啊，那么本周啊，包括今天呢，有关于比特币后市走势的问题最多的呢，还是集中在目前这个市场是走熊了没有啊？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明明走势的非常的好啊，突然下午呢就开始暴跌，令人感到呢猝不及防。很多人都说是熊来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将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啊，来统一的来回复大家。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的前2部分啊，主要是讲这个狗狗币和比特币，最后一部分分析一下未来1整年的趋势啊。那么首先声明一下，本视频不做任何投资建议，仅仅的是分享我的个人观点。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次视频了。那么虽然今天看这个狗狗币的走势呢，依然是跟着比特币进行了大跌啊，但是前几天啊，大家对于狗狗币的表现呢还是很满意的。尽管狗狗币距离上次的历史的高位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至少啊，让我们看到了到1美元呢还是有希望的。伊隆马斯克继续发推文来宣布，狗狗币已经加入特斯拉的负债表，正式成为支付特斯拉周边产品的一个手段。那么看来老马对狗狗币呢是真爱啊！我刚刚在特斯拉的官网上面还找到了下面的这些图片中啊，这些商品是支持狗狗币支付的。大家看图片啊，其中有一款儿童电车呢是非常的抢手，目前这款车呢是已经卖断货了，用美元和狗狗币购买的价格呢是差不多都是1900美元左右。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啊，我个人猜测呢，这个呢只是特斯拉的一个尝试。如果呢能带来更大的这些销售量的话，那么特斯拉应该呢会考虑支持狗狗币购买特斯拉汽车。那么为什么说这个逻辑呢是行得通的呢？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这个达拉斯独行侠队，他的老板叫 Mark Cuban， 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过了啊，支持狗狗币购买球队商品，它带来了超过50%的额外的销售量。所以说这一步啊，特斯拉是走的呢非常好的，也是特斯拉股东对马斯克的另外一种激励。很多了解特斯拉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特斯拉的股东对马斯克的股权激励呢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而且非常神奇的是呢，马斯克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都拿到了这些股权激励、这些奖励。那么我们不知道股东针对狗狗币有什么样子的激励计划给这个马斯克，但是呢，这一步啊足够证明啊，狗狗币已经被特斯拉的股东所认可。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顺水推舟了。好，那么我们分析完消息面，看一下很多朋友期待的狗狗币大数据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排名前20的狗狗币的这个地址啊，交易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最近1周排名第2、第4、第8和第19的地址呢，都是净买入的，只有2个地址呢是净卖出。那么再看一下这个10大流动地址啊，你会发现买入的呢明显呢是大于卖出。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片啊，大家会发现蓝色部分呢长期持有者的这个数量，相对于去年的11月份和12月份呢有所增加的，这一点对于之后的爆发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支撑的作用的。这个道理呢跟比特币就很像了，长期持有者的数量越多，后市的爆发的可能性呢就会越大。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呢是，狗狗币的弱势盘整啊已经差不多了，等到一个合理的契机呢，随时都会爆发。当然呢，也会看这个比特币的整体的这个行情啊，大盘的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比特币的情况啊，市场变化的非常的快啊，以至于我今天这个早一点的时候，我准备视频的时候啊，比特币还是在43000美金啊。那么等我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比特币要跌破4万了。那么现在好了，直接干到38000了，本来涨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突然就插针了呢？原来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出来了。那么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否决了另外一个现货比特币 ETF 的提案。那么这一次呢是来自 First Trust 和 Skybridge Capital。那么正如11月份拒绝 OneECK 比特币 ETF 的情况一样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在最新的声明中啊强调了欺诈和操纵的风险以及投资者保护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还是依然的认为啊，这个比特币啊存在这种被操纵的风险比较大。那么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对于这些消息的看法呢，只有一个词啊，就是借口。庄家呢需要这些借口呢去
爆掉合约单，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大家去碰合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玩不过庄家，你做合约呢就相当于裸奔，他们看你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甚至呢前2天有个交易所还出来这个200倍的杠杆，真的是嫌韭菜长得慢啊，可能要连根儿给你挖起来。那么目前来看，比特币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衍生品啊，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的火热度呢，远远超过了现货市场。那么大家去看这个交易量就知道了啊，最近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这个量。那么你再看看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指数啊，几乎呢就是历史的低点了。目前看这个比特币啊，现在那个在底部啊，应该算是稳住了。大家看图片啊，最近4个小时的爆仓量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大。那么所以说啊，去杠杆呢依然是目前比特币最大的任务之一。那么今天下午啊 ，Glassnode 还发了一个消息，大家看这个图片啊，它发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叫做 NUPL。那么这个 NUPL 指数呢是比特币净未实现的损益，表示呢比特币持有者未实现的损失或者是这个收益的大小占市值的比例啊。那么 NUPL 目前的这个数值呢是 0.43。是2021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的盈利水平啊。那么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7月份的最低的水平应该是在 0.35 左右。从时间上来看啊，5、6、7 3个月的低迷之后，7月底出现了大爆发，而如今11月、12月和1月也是3个月的低迷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熊市是不是已经悄悄的来了？那么接下来我就分析一下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到底是不是熊市真的来了？我们前面讲到了啊，美国再次拒绝了比特币现货 ETF 基金，而这个 ETF 基金呢，是很多人昂首翘盼的一个大利好。大家都觉得啊 ，ETF 现货基金出来之后，机构呢会跑步进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机构跑步进场为什么要选择5、6万的时候呢？等这个4万或者更低的时候不香吗？啊，目前比特币市场里面也有很多机构资金在场啊。他们会不会再次砸出来一个大坑啊？然后这个 ETF 才通过呢？非常是有可能的。但是价格这个事情啊，谁也说不准。而且你要记住啊，机构跑步进场了，就没有我们大家散户什么事了。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提前布局，或者是说啊，你定投啊，分摊成本啊。我是坚定的长期看好比特币啊，但是这个短时间的风风雨雨啊，就随他们去吧。我们既然呢不能左右这个市场啊，也不需要这些啊，让我们分掉更多的精力。那么做好每天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买进去，然后等待最后的胜利啊。我认为啊，目前的状况呢非常像去年7月底的行情。大家看这个比特币的月线5、6、7 3个月的这个阴线呢，跟目前的3个月的阴线呢非常的像啊。等你身边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喊熊市来了的时候，等你身边的赌狗都去坚定的去做空的时候，或者是啊，等你身边所有人都绝望透顶的时候啊，就是大行情要来的时候了。做投资呢，就是要做到反人性。等你把自己变成非人类思维的时候呢，才是能吃到肉的时候。那么我认为2021年没来的大行情呢，会在2022年会给一个很好的交代。你应该在所有人都恐惧的时候贪婪，在所有人都贪婪的时候恐惧。那么话呢非常简单，道理也很简单，能做到的呢才是真正的赢家，真正的大英雄。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暴跌中啊，能够保持坚强坚定的这个信念，然后呢才能在后面的暴涨中笑到最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